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哈哥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在默默想的问题，就是内向的人比较吃亏吗？说实话，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挺吵的，但也别忘了，沉默是金，沉默的人往往藏着深深的思考。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Andrew。Hello， 嗨 Sam， 我又来了。OK， 又来了。没错。好，来跟大家又来了，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 Andrew， 然后来越南3年，目前在银行业工作。对。OK， 内向的人可以在银行业工作吗？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可是他如果不会处理客户的关系，不会经营关系，那要怎么办？经营人脉怎么办？应该说，银行这么大，其实每个职位需要的个性或者专业都不一样。那我有我擅长的地方，我可能适合当业务，但我也有某些工作是需要可能很细心，或是很深入思考或研究的工作。那其实就会有这样的职位提供给内向，可能不是那么擅长跟人接触，但是他很适合把事情做好的人。观众朋友们，透过前几集的观察，你们可以观察得出 Andrew 是一个外向的人还是内向的人吗 ？OK， 你觉得你自己是外向还是内向的人？我觉得我偏外向。%几是外向？大概可能70-30吧，就是70-30。对，70外向，30内向。那也蛮多的对啊，算蛮多的，算蛮多。就是我是可以很自然跟人家聊天的人，对，所以比较没那么怕生，尤其是可能一个群体里面都是可能朋友的朋友，那或是要认识新的客人，那就是我也有办法跟他们就是快速的打成一片这样。我发现好像双子座都是这样对，干嘛在这边透露我的星座？很会。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发现你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很会社交的人，所以我觉得给别人的印象会是好的，就是很健谈的人。谢谢。你会觉得外向的人更容易成功吗？因为他们说话很自信，然后又感觉很开朗。你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我觉得不完全正确，那就是一样回到刚刚的前面讲的东西，到底我们目前可能在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那这个才是所谓的成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子，并不是说我只要是外向的人，我就容易受到赏识，我就容易变成一个成功的人。今天一个很内向的人，他想要做业务，你会觉得要从哪开始训练起？我觉得也不用说特别的去做训练，我觉得每一个你有办法做业务的人，他其实都可以找到跟他同频率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但可能也有一些客人他也是属于内向的人。他不喜欢我一过去就跟他那边拉塞瓦钢琴，就是我。对，就是有些人不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人，所以他会有他的客群，他的属性，他可以找到一个也是讲话比较慢，比较徐，然后有条有理，我们可以探讨很多很深入的东西，但我不需要跟你喝酒应酬，兄弟来兄弟去那种。所以我觉得不用特别训练，那重点是你要怎么样找到跟你同频率的一个客人，一个客群，你就有办法去开拓你的业务。哇，讲得真好。可是你自己期许，可能今天有人，可能你今天你的下属好了，他超级内向，那你也不可能要他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所以你也会就是慢慢告诉他，其实我们可以外向一点。当然，就是我会鼓励他，我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尝试，或是一个新的突破。那对他来说，他可能不是做不到，他只是需要方法。那
只是我们在这样子从可能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到要变成一个比较外向的人，中间的时间需要多久？那他需要怎么样的过程是让他比较舒服，不会感受到压力，然后而去抗拒的？那你人只有在最舒服的状态中，你才有办法去把你的才能发挥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OK， 像你这样子，自己是认为蛮外向的人，擅长交际，也很容易跟别人建立关系。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子的困难？应该是说，你觉得你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缺点啊？对，我觉得就是 OK， 我就是一个比较怎么样大而化之的人，就是之所以可以容易跟人家建立好关系，是因为我对于很多的事情或是细节，我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在意。那细节这件事情就会是我比较辛苦的地方。我可能看我的工作，我看我的客人，看我的业务，我都会看，比如说比较大概方面的地方。我觉得方向是对的，我就会想办法往那边走。那至于一些很多很琐碎的细节，我不一定真的有办法发现。所以其实这时候我也就是需要有人来协助我这一块。所以比如说可能我的同事或是我的助理，他是在这一块他可以很细心的人，他其实可以刚好弥补我的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说，其实也就是一个缺点。那你要真的同时间兼顾，我可以很外向，又可以很细节，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对，那我觉得也不需要那么的吹毛求疵。那我就把这个部分交给真的在这个领域很厉害的人去做，然后我去 take care 我专业或者我擅长的领域，那我们就可以让事情，让我们的事业就是走一个比较顺的道路。互补。没错，没错。我发现外向的人还有一个缺点，我自己的观点啦，就是会让人家感觉很不真诚。这我同意，就是好像你太会说话了，然后或者是说你今天展现出一个很 open，很感觉很风趣、很开朗的感觉，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你的话不是很，我可以理解，所以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被人家觉得说，好，你可能很花心，你可能是渣男，所以没有跟你继续联络？这当然就是很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好像很蛮会玩的，很会社交，但就是对我来说，我其实就是有点习惯了，那我也不觉得怎么样。那我相信就是认识我久的人，或是我们有比较深入聊天的人，就会理解，我其实 OK， 我跟你这样在那边打就是哈拉，跟你这样聊天，当然我就是为了大家开心嘛。第一步就是大家出来玩，就是其实追求就是开心。那至于我们要不要让关系更进一步，我们要不要变成一个更深刻的朋友，那就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更多的比较深入的聊天，那去交换可能我们每个人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对世界的看法，或是你是怎么样对待这个世界或周遭的人。那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事情，你才有办法真正去了解一个人，那你也才会知道，到底外向的人内心到底有没有一些比较是某一块是比较细腻的，那或是反过来，这些内向的人，他会不会在某一些领域或是兴趣或专业上，他是可以表现得很外向的？没错，讲得很好。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跟别人交心的人吗？因为我觉得外向的人会被别人误会是一位很会跟别人交心的人。你觉得你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挑选朋友。我只跟我认为是朋友的人分享我的可能心情、想法，甚至是可能比较偏，比如说家人啊，或是我的这个成长背景的东西。那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在一个聚会上面遇到的朋友，其实也不需要聊这么多深入的东西，我们就聊天就好，也没有需要到交心的程度，因为可能今天酒后三巡，大家玩得很开心，其实隔天你根本就不记得对方是谁，那你也不需要花那个心力去做这件事情，没错。所以就是先筛选，然后再交心。OK， 所以聚会带上你就很好，因为你就是可以很适合
社交。可以这么说啦，就是我可以就是帮你去跟大家聊天啊，可能活络一下场子，那让大家不会比较那么尴尬。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你说我外向的地方，为什么跟大家容易打成一片，是因为我觉得也是观察，就是我会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会比较习惯去看一下每一个人是不是，比如说会觉得无聊，或是被冷落，那或是他可能需要什么。那我其实就会在我看到的当下，我可能就会多做一些什么事情，或是比如说，有个人一直都没讲话，那我可能就会把话题丢给他，然后让他可以加入这个群体。那这样大家其实就可以在当下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那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当我们大家都出去玩的时候，我希望是大家都是开心的。哇，果然是 Andrew 哥。没有，别。如果有一个人很想要有这种外向的个性，那你会怎么告诉他？怎么告诉他哦？对，你会应该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小的技巧、小方法？你是以前就这样吗？还是？我觉得我的成长背景促使我比较不怕生。对，我会比较可以接受跟不认识的人讲话，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寒暄。所以是因为你的家庭成长背景是成长背景，对，然后包含就是比如说可能求学时期你待的社团也是比较偏这种要跟人很多相处的社团，那就会造就我，好吧，那就是既然来到一个地方了啊，这么多陌生人，那你还是得待在这边，你开心得待，不开心也得待，那你不如就是开心的待。OK， 好，就以你观察我这样子，你觉得我是外向还是内向的人？我会觉得你是，大概一半有。我应该如果要讲直接一点，就是你是比较闷骚的人。对，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一开始就是我比较没有办法，像你很容易跟别人聊天，但后来就会比较熟了，就会比较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你们不需要知道。好 ，OK， 好，对，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很外向的性格，我觉得就是要主动，就是你要开口跟别人说话，跟别人聊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但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像我是没有办法在比如说路上，不管是咖啡店，甚至我在酒吧，我在我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主动去跟一个陌生人讲话的。但我是说，在一个群体里是没有问题，一定要就是主动开口啊。这个我是这个是确实。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蛮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很会说话、很会社交的样子。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地方做起。就是可能开口啊，认识别人啊，主动关心别人这种，对，慢慢培养。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是，假设你真的不是那么的会聊天，我觉得可以试着说，你认识一个新的人的时候，你尝试着把话题丢到对方擅长的地方，那对方就会分享很多事情，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人，然后去决定说，下一个话题你要开什么话题？对，因为是找到一些共同点，你们就有办法继续聊下去，或是你已经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了，你就可以比较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人家相处。没错，对，就是问他专业的领域，对不对？有点像是投其所好。哇，很聪明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以大家学着好吧。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外向还是内向，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那也不用去刻意追求我应该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那我觉得只要你喜欢就好，别拿别人的长处来打自己的脸，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慢慢学习也无妨，只要再走就是前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哈狗中文频道，我是 Sam 群胜，感谢来宾 Andrew， 我们下个星期见，拜拜。